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场景？聊到一半，突然安静了，空气里只剩下对呀，这种尴尬声音。如果你总是在社交当中遇到这种尴尬的局面，刚聊几句，对方就突然不说话了，或者你刚问出一个问题，他回了一个表情包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，那是因为你们之间缺乏一种叫互动延续性的东西。今天就教你6招，让你在任何场合都能够游刃有余地跟人聊天。第一招，提前准备好一个万能的话题，不要等到现场才想聊什么，提前准备3到5个轻松话题，例如最近的天气、好吃的餐厅、好看的电影。这些话题安全，不会踩雷，也容易让对方接话。示范，你可以说，最近那部乘以电影你看了吗？这家餐厅的甜点我超想吃。还有比如最近很火的电视剧、电影或者是综艺，大家肯定都有自己的看法，可以用来做铺垫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。第二招，用细节追问来延长对话的时间。当对方说完一件事时，不要只说哦就结束，换成细节追问，比如你是怎么发现那家餐厅的？这样对方会给你更多素材继续聊。示范对比，尴尬版 A， 我上周去了旧金山。 B， 哦，不错。冷场流畅版 A， 我上周去了旧金山。 B， 哇，你是为了看金门大桥吗？还是有特别的活动？还有比如说对方说，哎呀，我昨天看了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。你可以这样问他，是吗？什么电影这么好看？我也想看呢。他就会继续跟你讲这个电影的情节、演员以及他的感受，而不会只是简单的一句哦。第三招，分享小故事，而不是只给你观点。如果你只说好吃或好看，对话很快会死掉。改成分享小故事，能让对方有画面感，也更容易共鸣。示范，我超喜欢那家咖啡店，因为有一次店员帮我救了一杯快掉地上的咖啡。比如别人问你，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幸福？不要直接回答，而是给他讲个真实的故事。再比如说，你可以说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她老公虽然赚钱不多，但是下班之后会陪她跳广场舞，周末2个人一起逛菜市场买菜做饭，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能看到对方写的便签条，他就觉得这样的生活特别幸福。第4招，观察现场找灵感。当你脑袋一片空白时，不要硬想话题，直接用现场发生的事当开场。比如那边的音乐好像是乘以乐队的歌耶。示范，切一个现场音乐实物装饰的小片段。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聊什么，就可以环顾一下四周，看看有没有可以引出话题的东西。比如说你们正在排队点餐，你就可以说，你看这家店好像很久没来了，我记得他们家以前有道招牌菜特别好吃。或者说，哇，这家店好多人排队呀，是不是很好吃啊？第5招，赞美加提问的组合拳。单纯的赞美会让对话停下来，但加上提问就能延续话题。示范，你的口音很特别，是在哪里长大的呀？你的衬衫颜色很适合你，在哪里买的？当你发现对方提到某件事情特别兴奋的时候，一定要抓住机会去夸赞，然后再顺势提出一个问题。比如他说，我最近追了一部剧，真的太好看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，哇，那是什么剧呀？这么好看，我也想追一追了。然后你再把话题引回来，说不定他还会跟你安利呢。第6招，提前准备一个话题救援包。话题救援包就是你平常收集的备用聊天素材，可以是你最近看到的新闻趣事，社交媒体上的爆笑视频、旅行见闻。一旦冷场，就从救援包里抽一张牌。如果遇到那种特别健谈的人，那你也可以随时向他求助。比如你们在一起参加活动，
认识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人，你可以悄悄把他介绍给自己觉得比较难搞的朋友，让他帮忙救场，避免社交冷场，其实就是提前准备加灵活观察。你今天的任务是在对话中是一次细节追问，后天我会教你一个让别人觉得和你聊天很舒服的秘诀。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后天见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点亮小铃铛。本频道主要分享人际沟通的处理方法，以亲子关系、恋爱关系之间所产生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。我会每周1、3、5都会更新长视频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这个音频，可以继续留下来听一听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。